大家好，最近美股是不是开始有点吓人了？FOMO 冲进去股市的朋友可能还没享受几天的涨幅，上周五一下子就感受到科技股下跌的冷酷无情。大盘没跌多少，但是科技板块那是跌得非常惨。很多朋友都问我，这美股现在是要卖出还是接着入场？如果大跌抄底的话，是先入手哪些股票？我研究了一下，发现接下来大家真的是要小心了，但是机会也是巨大的。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请注意，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接下来怎么走，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我们怎么来的。1到2月股市上涨，结果2月末战争开打，3月份就整整跌了1个月。当时每天都是坏消息，但是从3月31号开始，股市就开始大幅反弹，坏消息一下子全部都没有了，全部是要停战、AI 要大发展的各种消息。结果股市就大涨了1个半月，正好到了上周五的5月15日，股市又开始下跌。而大家再看一下现在的新闻，全部都是川普又要开始打伊朗，通胀又来了，美中会谈没有实质的利好，一下子新闻里面全都是一些坏消息了。周五跌的最狠的板块就是4月份涨得最厉害的 AI 供应链和半导体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4个多点，白银一下跌了8个点，金矿 GDX 也跌了7个点。那这到底都是发生了什么？我把这2天的财经新闻全部都分析了一下，发现所有的信息都收敛到一个主题，就是市场预期。如果这个战争继续，霍尔木兹海峡下半年不开放，就会导致美国的通胀飙升，后果就是年底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要高于 50%。 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信号非常重要。如果接下来整个市场真的进入了这个加息的叙事之后，你不管它有没有真的加息，就是讲鬼故事，这个标普也有很大的概率会回撤到7200点。美联储的无风险利率是所有资产定价的锚，不管你公司经营的再好，只要一加息的预期一来，这所有的公司的股价都必须先砍一刀。我想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是希望股市下跌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有 30%到40% 的现金没有配置，我现在已经割出了 20% 左右的现金，这次如果真的跌回去，那真的是要好好把握了。发财的机会是越早越多越容易，越往后呢，你赚的钱是又少又难。那问题来了，如果这次加息预期导致股市下跌，我们要买哪些股票？而从哪里寻找第一手的投资资讯和灵感？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用的就是 investing.com， 而且是他们的 Investing Pro 加会员。我最喜欢里面的 Pro Pick AI， 帮我挑选潜力股。这个 investing.com 是全球领先的一站式资讯网站，财经新闻又快而且免费，美股、日股、台股、港股、A 股、黄金、加密货币全都有。而且现在很多朋友都想让我聊一下台股，其实你自己进入 Pro Pick AI 页面，选台湾就可以看到他为你提供的台股投资策略。Pro Pick AI 是 AI 和人工专家共同选股，每组组合包含10到15只股票，每月定期调整，买什么卖什么都会告诉你。5年回报 652%，11年回报 2077%。页面下方的股票都会根据估值和市场及时调整，更重要的是它会告诉你为什么，让你知道每一笔买卖的原因。图表下面还显示下一次调整仓位是在6月1日，到时候别忘回来看最新的调仓。同样，如果你想投资美股、日股、港股、其他各个国家的股票，只要点击就可以了。科技巨头、价值股、香港科技龙头全部都有。你找到心仪的股票，加入观察清单之后，就可以一眼看到整体估值。比如英伟达，现在如果你还要加仓的话，选它还是可以的。根据大机构分析师的综合目标，它现在的股价还是低估了，有 21.3% 的上涨空间。日月光它是有 14.3% 的空间。但是这个苹果公司根据 Investing Pro 的推算，目前定价还是太高了，要回调一下才能进入。大家买股票的时候看这些公允价值，你就不会头脑一热买入那些不靠谱的股票了。你还可以进入主面看技术分析，输入英伟达，点击技术面就可以看到，从5个小时到1个月的短期技术面都显示可以强力买入，超短线就可以看这些指标。点击上面还可以启动 Warren AI， 它马上告诉你现在的短期还是以买盘为主，但小心冲高，如果回档就是中线布局的良机。你还可以接着问 Warren AI， 这个股票的护城河是什么？什么点位买比较好？美联储主席上台要提前卖出股票吗？ Warren AI 的结论就是不建议全仓卖出，要等等回调才是王道。所以大家要问我美光、SNTK、英特尔还能追吗？你问我还不如多问一下 Warren AI， 多看一下这个 Pro Picks AI， 寻找一些被低估的股票。这个网站我是真心推荐，我自己就是 Pro 加等级。我还给大家争取了最优惠的福利，从今天开始18日到21日还有一次闪购促销活动，
点击我的链接购买 Investing Pro 会员，就可以获得官网 55% 的优惠，还可以自动叠加 15% 的额外折扣。大家点击屏幕资讯栏置顶阅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啦。学投资的新手一定要有一个像这样的网站帮你选股，真的不贵，1个月少喝几杯奶茶就有了。选 Pro 加，全球股市都能看。有了选股工具，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研一下这个投资策略。这次美联储升息的预期是不是一次抄底的机会？我研究了最近10年的数据，发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规律，就是加息不一定会导致股市大跌，反而降息会导致股市大跌。而且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不管是低利率还是高利率，只要这个利息是平着不动大家都是平稳的，这个美股就会持续上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研究的图表，蓝色的是标普500，红色的是美联储利息的水平。2016年开始，美国进入了一个加息通道，利率从 0.54 开始加到了19年的 2.4， 这个节奏是缓慢加息，慢慢的，这个美股就是一直在大涨。第二阶段，大家看这里，从2019年8月开始，美联储开始降息，这时候反直觉就来了，降息没有带来股市的暴涨，反而股市跟着疫情开始来了一次大暴跌，这个里面有疫情的加速因素。然后到了第三阶段，2020年到22年，低利率这个平稳不变，这股市又大涨了 84%。 然后又到了第四阶段，就是2022年开始加息，这个加息的频率是非常快非常急的，一着急这个股市就开始下跌。回顾一下22年也是非常难受，也应该算股灾吧，当时 SPY 是跌了 20%， 但是这个加息加到了一半，这股市就开始触底了，美股又进入了大涨。当时虽然通胀非常严重，但是只要利率处在高位维持不动，不要有什么动作来吓市场，这个股市还是持续上涨的。到了第五阶段就有意思了，2024年9月18日，美联储开始降息，其中就出现了一个大跌。当时新闻话题最多的就是降息是因为美国要进入衰退，而川普的全球征税又加剧了美国的衰退预期，所以降息也会出现大跌。但是大家回头看，现实证明当时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错的，美国没有出现衰退，而且股市反弹之后又创新高。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影片，那个时候这个频道还没有开，但是我的股票是一直在里面的。现在就到了第五阶段，就是这里，大家再看一下会发生什么状况的。未来是量子物理模糊的，上涨和下跌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必须要通过概率来进行压注。我们可以推演一下未来将发生什么。第一种是悲观情形，概率大约有 34%， 就是美军直接打击伊朗的电厂基础设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到年底，油价飙升到120到135左右，通胀第二次加速。这个时候沃什就必须被迫加息，2027年衰退风险上升 50%。 这个情景非常悲观，没有准备的急速加息会导致股市的大跌，至少会跌到7200点左右。第二个情形是平稳情形，概率有 42%， 美伊停火勉强维持，霍尔木兹海峡是部分开放，油价一时是保持在85到100之间。美国的通胀可能会因为美国的石油量产不怎么涨也不怎么跌，这个时候利率可能是一直维持的现在的高位，这种情况我认为是非常好的，这个股市会慢慢上涨。第三个是最乐观的情景，这是我们就要引入川普了，股市的最大变量。如果川普真的这次把伊朗打服，派兵把浓缩铀给拿了回来，再派军舰进行护航，原油价格就会回落到80以下，这个时候股市将会出现暴涨，这个概率是有的，而且大家不能错过，所以手里一定要握住一些股票，核心的仓位。这个概率 AI 也测算了只有 14%。还有第四个情景是最危险的，概率有 10%， 但是这个概率是在股市大涨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的黑天鹅，也就是我们说的黑天鹅事件，就是战争突然停止，石油价格大幅下降，股市这么一下子暴涨，但是因为后来的这个通胀的惯性，美国通胀怎么降都降不下来。这个事情也发生过，就是在1974年到1975年，在73年的时候，欧佩克阿拉伯成员国家就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荷兰进行石油禁运，禁运在1974年结束，但是当时的通胀已经被社会给吸收了，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全国的工资就罢工，要求加工资，工人要求至少上涨 10% 的工资以抵抗通胀。那大家看一下现在这种事情好像已经发生了，就是韩国的三星在搞大罢工，工人一旦抗议成功，企业加了工资，这个工资在未来就不会自动减少，它就会定下来
而这个工资定下来之后，企业就会提高产品的价格，所以整个社会的物价就会提高，这个时候通胀就很难降下来了。当时1974年，美联储的主席是 Arthur F. Burns， 他突然宣布加息 13%， 这个一下就带崩了美国股市。在70年代表现最好的资产是黄金。回到今天，如果战争突然结束，但是这个通胀还是持续的，那很可能这个沃什会在我们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加息，这个时候就会把股市打回7000点，这个就是等于一次崩盘了。所以综合看来，现在我们这个点位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顶部高位了。现在大家一定不要加杠杆冲进去，要把自己的杠杆降下来。我自己现在的仓位就是 80% 的股票， 20% 的现金，我认为是挺好的。接下来的美股如果是平稳的波动，我不会在意。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突然开放，这股票大涨，我可以吃得到。但是如果未来加息要来，下跌或者是急跌，我就可以用这 20% 的现金去抄底。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 20% 的现金根本没有用太少了。不用担心，买股票的方法有很多种，不一定你非要买入正股就是那些股票。我在上次大跌的时候，4月初买入了 QQQ 看涨期权，最近卖出了，收益是 300%。 在一段行情暴跌平稳之后，方向可以确定的情况下，加一点杠杆会事半功倍。所以20% 的现金对我来说也是足够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买的股票是在 AI 的这个重点方向，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在这种上涨的情况下，你不会盲目加仓，而在下跌的情况下，你又可以看清世界，会去加仓，你就不会因为暴跌然后慌了割肉。现在 AI 仍然是我们的重点方向，冲高回落就是机会。现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Figure 公司的机器人直播，现在还在直播呢，一个机器人不停歇的一直干了111个小时了。在明年这个 AI 要进入 Agent 时代，机器人 AI 全部都要自己干活。然后大家再想一下， SpaceX 马上要上市了，这么多火箭要发射，而发射的东西越来越多，而带到太空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特斯拉还要生产更多的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也要上道。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要芯片？机器人是不是都需要 CPU、GPU、存储？要不要能源？而连接这些自动的 AI， 连接这些机器人的要不要高速网络？要的话，那大家不要怕，跌了就是买入的方向。刚入市的股市新手，你先买 QQQ、SPY 练习一下，通过这个心理的一关，不要下跌了然后吓得都睡不着觉了。如果你吓得睡不着觉的话，你还要练习一下。进阶的选手就可以配一下 SOXX、SMH 这种的芯片制造的 ETF。更高级的选手就可以配个股，英伟达、AMD、英特尔、谷歌、亚马逊 MARL， 他们是 AI 加芯片层，封装层就是台积电、英特尔、日月光，高速链接层就是诺基亚 CIEN、JLW、COHR， 能源层就是 JEV、BE， 存储层就是 SNDK、MU， 核电层还有呢，现在核电还是没有启动，但是未来一定会启动。如果有长期的资金去布局，我认为还是可以布局一下核电。太空量子我以后再单独给大家讲。现在在上涨了这么一波以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股市最重要的节点，接下来应该怎么布局？你要明白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刚才都告诉你了。然后你根据未来要发生的这些的概率，分配自己的股票跟现金的比例。现在这种情况就是风声比较多，坏消息比较多的时候，很多新来的朋友，我看很多新闻，很多学生，很多上班族都开始全仓加杠杆去投入股市了这个时候你这样干是比较危险的。定投的朋友继续定投，不用怕这个是长期的。一直都没有入场的，或者是买的特别特别少的朋友现在就比较尴尬了。你说你现在要买，我说现在比较高，你不要买。但是川普一旦结束战争了突的暴涨，你又踏空了。但是你又现在大量进入的话呢，那一旦大跌未来这种情况我都分析了，你可能跌得更多。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定投，不管你是定投我刚才说的那些核心的股票，还是定投 ETF QQQ、SPY 等等的，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多定投一点1000块钱、2000块钱、5000块钱这么定投这个把这个平均线给拉回来。investing.com Pro 加会员真的可以冲一下，这个是我选出来的价格优惠、质量又上等的股票分析网站，
而且我给大家争取的折扣非常大，点击我的信息栏和这里留言购买就可以了，不要错过。好了，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我都会看，我会把最重要的问题做成影片给大家解答。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